Hello，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减七，我是林减七。我最近觉得我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减那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一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人一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
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二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我是一个东北人，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你就很难介绍自己。别人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辽宁，他说辽宁哪儿，我说抚顺，他说抚顺在哪儿？我说离沈阳很近，每次都很繁琐，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我是辽宁沈阳抚顺，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好抚顺。”你好抚顺，我广西南宁理坤，你好。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啊，就是拼车跟拒载。有一次我坐在副驾，他车一停，问路边的人说：“走吗？”路边人看了看，我说：“车里有人啊。”摇了摇头。他这一摇头，司机就骂一道，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有人怕啥呀？他是死人呐！我说非常野蛮啊！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我还没说话，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一个说：“我都停了，你还停啥呀？”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我就在那站着。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我就只能在那等待，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我说师傅，我去火车站。”他说：“小伙儿，我不去。”
也没有共享单车。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一夜就没了，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太快了，就一夜。哈喽单车拜拜了。你们想象那个场面，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放自己车筐里，骑着去卖铁。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他们打破的很彻底，他框是框，架是架。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你知道吗？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哎呦，穿越了，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拿小锤搁那撬，太震撼了，全民运动。我说怎么了？又变杠了啊？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宗教也是，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准备上天堂。信别的就很少，你要跟他说轮回，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啊，宗教这儿不让干，那不让干，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因为我能忏悔。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哎呦，这帮堕落天使啊！打1个礼拜，进去做1个礼拜啊！那话你都没听过呀，主啊，我忏悔，妈3拜1出早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就一般是这个饭店、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就摆在架子上，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还是先没的文化？你们能想象吗？一个个嗷嗷待哺、渴望知识的青年，翻开书一看，我文化了啊！我还上网查了一下，这种书它叫仿真书。哎呦，你听它这个名字啊，仿真书。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我同学就指着我，他说：“你这个鞋是假的。”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但是仿真书啊，它都不是书，它是纸壳子。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来了全给你拿跑。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是这个假书壳子，你能借走。当他跟我说这书啊，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入定了。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啊！老师问我看没看过《红楼梦》，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我还看过吗？我都看透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的大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山东、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
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3角函数。你说学那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 g v 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Hello， 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Hello。大家有看我讲我发小那篇吗？对，李家俊，对，讲逼了那个。他今天也来看我来了，他在后台，请假来的。他跟他领导请假的理由是爱奇艺请我去录个节目，给领导吓一跳，给他开的病假。我们毕业之后就一起去了南方，然后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是那种非常幼稚的人啊，我每周必看白桃星座，桃白白，就它是一个公众号，它会给你下周的健康做一个预测，让你提前来预防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准的有点邪门了，就下周他让我哪儿疼我哪儿就疼。我说这是白桃星座吗？这不死亡笔记吗？说我下周胰腺疼，我都不知道我胰腺在哪儿。我问我发小，我说你胰腺在哪儿？你知道吗？他说我胰现在在深圳。我说我不是说你胰在哪儿，我是说胰腺在哪儿。胰腺呐，北上广深吗？他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人啊。我记得有次我微信上不去了，需要好友给我发验证码，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微信给我发688423。”他说：“我暂时没有这么多钱。”你能不能容我2天？我说这2天你要干啥呀？去胰腺找你姨呀？
当时每天日子过得就是非常荒唐啊！我记得有次我们去楼下盖浇饭吃饭，啊，我就觉得那个盐就特别咸啊，盐都硌牙，你知道吗？然后他吃了一口，他说先别吃了，啊，就是他家用的盐是大粒盐，扫雪用的。我说南方也不下雪呀，他说所以就用这儿了吗？他还是接着吃了，把这个盐挑出去，碗都快空了。我就感觉就是米不够了，把盐叫过来撑场面。米说跟我走吧，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盐一想也行吧，啊，万一有人吃一肚子血呢，是吧？对，这就是我的风格啊。啊，日子就是过得也非常窘迫，家里太小了，放不下任何家用电器。我去剪头发，啊，理发师问我平时怎么吹头发，我说我一般是骑自行车吹，一般是背头。我要是想3期，我就得。啊，这段子写的太有生活了。你就别说这个吹风筒了啊，就经常在家吃饭就是买馒头，啊，舀一大口，当碗，既是饭碗也是晚饭啊。就你拿这东西出去，你都没法要饭。我这一伸手说给点吧，人说你这不有吃的吗？房间真的太小了，只能摆下一张床，然后我跟他一块儿住在床上。他还是比较邋遢的那种人，他比较邋遢，喝完的这个瓶罐矿泉水瓶就都立在床上，啊，他一睡觉就跟帝王出土似的。我有一次偷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发给我妈抱怨，我妈说这孩子要干啥呀，非得在桌子上躺着呢。每天晚上他一睡觉一翻身，这些瓶就全滚我这边来了。哎呀，哗啦哗啦，我就感觉我一闭上眼就回到童年啊！我睡在这个海洋球城堡里。当时每天都在抱怨，就是房间太小了。直到我们发现隔壁住着一家3口，哎呦，一家3口住5、6平，非常感慨。我就觉得空间越小，他人就越多，对吧？很奇怪，空间越小人就越多，空间越大人就越少。对吧？200平的豪宅，他可能只住2个人，但8人的合租房肯定不只住8个人。你就感觉穷人他就是好收纳。我现在兜里就揣俩，别出了啊！所以我理解的阶级就是越高就越不拥挤。你看，我们从这边到这边啊，只要晋级就会多个扶手，多点距离，对吧？我们得拼命用幽默感换一点空间。你们再看看评委席，不用幽默也能得到空间。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幽默，看他们懂不懂。笑了就是段子幽默，不笑就是段子完整啊，没事。我昨天发小也陪我彩排了，他就看着我们选手的座位说：“你们座儿太小了，你什么时候能坐那边？”我说：“你再容我2天啊。”其实我今天总决赛发小能来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现在聚的很少了。我总会想起原来我们住在一起，就在那个小房间里。虽然房间很小，但每天就是胡思乱想，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一嘴我一嘴的。我记得有一天我看书，书上说雪糕是元朝发明的，我就开始思考，那怎么没有雪糕古董呢？然后就想明白了，雪糕会化。想明白之后就有点伤感，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它连被保存的资格都没有。那你没有证据，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说它是侏罗纪发明的，对吧？随便吧。我把这个结论告诉我发小，我说雪糕是侏罗纪发明的。他说那侏罗纪挺厉害呀。
这时候我听见房间外有人在笑啊，我说咋的了？咱俩出去看看。他说咱俩听话吧，别出去了。我说听谁说话？他说你知道咱俩现在在哪儿吗？咱俩被人揣兜里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简七啊。我今天聊一聊我毕业之后的事儿啊。我毕业之后是来到了上海沪漂，当时没有什么钱，很穷。首先是吃饭得解决。我听说过一个说法，就如果说你跟着农民工去吃饭，你就会找到当地最便宜、最实惠的饭馆。我跟回工地了。就没有钱也没有常识，我在工地门口才想明白，你是不是应该饭点再跟呢？很穷啊，很穷。我来上海的第一站就去了财神庙啊，财神庙还收门票。买完门票没钱买香了，只能空手拜。别人在那香火一柱，保佑年入千万，一切顺利，他就走了。我偷他的香。我接好运，哎呦，太好笑了！当时就是想找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然后就想当保安。真的。我后来是去复旦当的保安。不是，这有什么可话的呢？不是，你们也太学历崇拜了吧？其实我也一样。我为什么去复旦当保安？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想在以后朋友聚会沉默时，我突然说一句自由而无用。他说什么玩意儿？我说没事，我们学校校训。其实复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本来想去迪士尼当保安，当保安王子。把在逃公主全接回来，被迪士尼拒绝了。他们说我没有保安证，我说我会唱 Let It Go 也不行吗？他说，面试就非常痛快啊，复旦面试就非常痛快。面试官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坐过牢吗？他问的有点太笃定了，以至于我不知道坐牢他是加分项还是减分项。我脑袋也是一抽，我跟他说，我可以学。去复旦校园里准备报到啊，非常开心啊。正美呢，被门口保安拿下了。他说你是干啥的？我说我过来当保安。他说那以后我们就都是同事。我说就非得说是同事吗？就不能说是校友吗？我当上保安，我发现每天早上保安要集合做操啊，队长要教我们指挥停车的几种手势，我当时就发懵，我说这怎么还指挥上交通了呢？这是复旦大学还是交通大学？队长说这个是停车啊，这个是左转啊，这个是倒车。教完之后，他开始训话，他说今天我们的任务跟往常一样。校园内他不让停车。我说那刚才教啥呢？你不让停车的手势我见过呀，你就去。我被分配到了巡逻岗啊，我不知道得去哪儿，我就问队长，我说我们应该去哪儿巡逻？队长说你看哪没有保安你就去哪儿，网吧没有。但里面都是当保安的种子选手。其实我们巡逻就是负责复旦学生的安全啊，但是复旦学生非常安全我们唯一能干的事就是把倒了的共享单车摆正，但是复旦学生素质有点太高了，车倒了他们自己会摆，也就是说我干了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我每天就在那找活。我就在那找倒了的共享单车，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一辆，非常激动，我这么一扶倒了一排。
我非常开心，因为终于有活干了。但是让我非常羞愧的是，复旦学生开始围过来帮我，我都有点急了。我说这是我的活儿啊，你学去呀、你不学我也不学，那复旦开它干啥呀？学生真的太善良了。我记得有一次我站岗，跑过来一个男生，他说校外有一个大爷晕倒了，让我赶紧处理一下。啊，我不能让他白信任我，但我也必须得站岗。我就跟他说：“那你当一会儿保安。”我把帽子给他戴上。当他向我回礼的那一瞬间，交接仪式完成了。我赶紧找到大爷一看啊，大爷在那睡觉。我又回学校啊，我离远一看，那个学生站得比我精神多了，他在那查别人校园卡呢。我说干得还挺好，换回来吧。他没让我进，他说我没有校园卡。我说你真是当保安的好苗子啊，有点权利你就知道难为别人。他说就是跟我开个小玩笑啊，觉得当保安挺有意思的。那一刻我情绪非常复杂，就他能随时替我当保安，我不能替他念书，我会的就那些玩意儿，对吧？你们想，如果课堂上老师对我提问，他说高分子材料在哪个区域有不可替代性，我说这个区域我不负责，你可以问他。啊，老师说你赶紧回去复习吧，我说去。其实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孤独啊，也没有人可以说话，然后我就写成了日记，我给大家念一下。晚上下班了，保安都去钓鱼了，都在河边站一排，河很安全，鱼很危险。我没地方去，我就去对面写字楼厕所里哭，哭完回来才想起来没上厕所。当时很晚了，我路过河边，只剩一个钓鱼的保安了，我们也不认识。他问我要大鱼不，我说不要了，我自己都没地方待，他就给放了。他说做大鱼真好，自由。哎呀，其实也没啥用。我意识到我们是校友。他说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他说完我就去网吧了。好，讲到这了，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减七啊，我是林减七。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磕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 Adobe Photoshop。我不会拼啊 ，Adobe Photoshop。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啊，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啊。一查60%多，
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老实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呀，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
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普京。它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它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普京线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普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一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普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普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普京吧。好，两位。